这次课咱们讲老子。老子的生平。老子大概生活在前571年到前471年之间，大概跟孔子是同时代的人，曾经做过周王室的图书管理员。晚年的时候辞官，打算找一地儿隐居。往西走，经过函谷关的时候，函谷关的长官久仰老子的大名，就劝老子写点什么东西再走。于是老子就写下一本《道德经》，写好之后就出关了，莫知其所终，最后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研究老子哲学呀，最主要的材料就是一本《道德经》。这个《道德经》啊，一共5000多字，语言极其的简略，很多话就跟谜语一样，后人各种的猜。而且《道德经》还有许多不同的版本，版本之间还有差别，所以想要透彻的了解老子的哲学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不过老子大概的思想结构还是清晰的。咱们看一下老子哲学的要点。首先是道。道就是生成世界、规定世界的那个东西，这个是存在论，讲整个存在是什么样的。道规定了这个世界，道制定了这个世界应该遵循的规律。规律有很多了，其中老子最突出强调的一个规律就是道的自然无为。自然无为大概意思就是自然而然，无人为，无妄为。老子认为人活着呢，就要模仿道。既然道自然无为，那人也应该自然无为。在治国方面，同样也是要无为而治。这就是老子哲学的要点。首先说道。道这个概念在老子以前就有了。道最开始指的是人们走的路，到了春秋后期，人们借用道路之道来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法则、合理秩序。比如孔子说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”天下有道，周天子就是老大；天下无道，诸侯们就各自称王。这里的道指的就是秩序。到了老子这里呢，老子把道的含义提升为万物本源之道。道是世界的本源，是万物的主宰，它生成了世界并规定了世界。先说生成世界。老子说：“道冲而用之或不盈，战兮似或存，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”道这个东西是空虚无形的，可是它的作用永远不会用尽，它一直在起作用。它是那样的深暗，却好像是实存的。我不知道它是由谁产生的，好像在上帝存在之前，它就已经存在了。一般说上帝创造万物，道比上帝还要往前，上帝都是道创造的。老子说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道产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最后三生万物。这个1、2、3分别是什么？大家都是各种猜，就不用管了。总之，道最终它生成了万物。道生成了世界，同时也规定了世界。有物浑成，先天地生。有一个东西浑然而成，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听不到它的声音，也看不见它的形体，寂静而空虚，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长存，永不停息，循环运行而永不衰竭，可以作为万物的根本。吾不知其名，自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只能勉强把它叫做道，再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大。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它是独立的、永恒的，始终在起作用的一个规定者，是天下万物的根本。这个世界是什么样，都是由道说了算的。这个道具体有哪些规定呢？这个就很多了。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，它都是要遵守道的。老子比较重视的规定有2点，一个是万物都是由有和无组成，另一个就是自然无为。什么叫万物是由有和无组成的？就是老子把一切的存在者分成2大类，有和无。有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存在者，比如这个物质世界。无呢就是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无。有是一种存在者，这个好理解。怎么无也是一种存在者呢？咱们看看老子是怎么说的。
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，那是由于有丑陋的存在；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，那是因为有恶的存在。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迎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所以有和无相对而生，难和易相对形成，长和短相对显现，高下互相对照才有了分别。音声由于对立才显得和谐动听，前和后互相接随而有。恒也，这是永恒的真理。这里的重点是有无相生。有之所以存在，就是因为它的反面无的存在；无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它的反面有的存在。没有有就显现不出无，没有无就显现不出有。所以你说有存在，那无就必定存在。虽然它是无，但是它存在着，只是它是以无的形式存在的。看看老子论述有无关系的另一段话：30辐共一毂，当其无有车之用。30根辐条汇集到一根毂的孔洞当中，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，才有车的作用。车毂是什么东西呢？它是古代车轮的一个部件。看这个图，中间的是车毂，四周插的是辐条。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，辐条才能插到车毂里。继续往下看，山直以为器，当其无有器之用。糅合陶土做成器皿，有了器皿中空的地方，才有器皿的作用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有室之用。开凿门窗建造房屋，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，才有房屋的作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所以有给人便利，无发挥它的作用。这个无不仅存在，而且广泛存在，而且还很有用。老子论述有无最著名的一段话是：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。道如果可以用言语来表述清楚，那它就不是恒道。能用语言来表达清楚的道是通常的道，是各种具体的秩序规律。而老子的道呢，是天地万物总的规律，是恒道，是用语言说不清楚的。名可名也，非恒名也。名如果可以用文字去命名清楚，那它就不是恒名。就说普通的东西都可以用一个名称来表示清楚，但是道不可以，没有一个名字可以清楚地表明它是什么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无是天地的开始，有是万物的母亲。故常无欲以观其妙，常有欲以观其教。因此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，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无与有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名称相异，都是来源于道，都可以称之为玄妙深远。它们不是一般的玄妙深远，而是玄妙又玄妙，深远又深远，是宇宙万物奥妙的总门。道的另一个内容是自然无为。自然就是自己如此，本来如此；无为就是不违背自然规律，不妄为。自然说的是万物的状态，无为说的是实现这种状态的方法和手段。自然无为就是处处顺应自然规律，辅助万事万物自身的发展，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，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人效法地，地效法天，天效法道，而道是纯任自然的。道生养万物，并不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，而是一种无意志自然而然的行为。道之尊，德之贵。道之所以被尊崇，德之所以被珍贵。这里的德字是什么意思呢？道是规律的全体，而德是每个事物自己分有的道。道在每个事物上都有体现，在具体事物上体现的那个道就是德。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道和德之所以受到尊崇，就是由于道生长万物而不加以干涉，德蓄养万物而不加以主宰，总是顺其自然。
故道生之，得畜之，长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养之复之。因而道生长万物，得养育万物，使万物生长发展，成熟结果，使其受到抚养保护。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，抚育万物而不自恃有功，导引万物而不主宰，这就是玄德。道的产生并化育万物是完全顺应自然本性，不带有任何意图和目的的，没有任何主观任意的作为强加在上面。道是自然之道，一切都是自然生化的结果，没有一个人格神的存在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道永远是顺任自然而无所作为的，却又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他所作为的。老子的道就说这么多，先休息一下，下次课讲老子的伦理学。